我年轻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工作，我也不知道我在怎么生活，反正一会儿去电视台给人演个狮子老虎，一会儿给报社写了2年专栏，都是到交稿日前一天晚上，我用个2-3个小时就写完了，我觉得挺好那个生活。风流一代这个词就是讲希望获得更多个人可能性和个人自由的这样的一代。您今天心情怎么样？对不起，我看不清您的表情。这部影片是一个用了22年拍摄完成的一个影片，讲一个女性从千禧年代到今天的一个情感的历程。一开始巧巧她是一个非常依赖感情的人，爱情也充满了相互的伤害。到了电影中间的部分，年龄上到了30岁，她自己主动提出了分手。我觉得那时候她是一个全片中最大的一个转变。在看到当代的时候，多少年没见的前男友出现在她面前，她在一个人吃包子的时候还是眼含热泪，但你会发现她是一个能驾驭情感的人。我觉得她越加的强大。剪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语言是多余的。我们常讲一个女性复杂性，她讲出一个结，那她就只变成一个结了。但如果她沉默，我们知道她有心有千结。不知不觉20多年，我觉得她不仅是女性，男性也有同样的问题，对生活的看法也在改变，对个人自由的看法也在改变。这个影片最早是2001年开始启动的，新的世纪开始，整个社会非常的兴奋，互联网也出现了，很多人都要出去闯一闯。那我当时想拿着摄影机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拍那些我们能够遇到的事物，一直断断续续拍，一直到2020年疫情世界停止之后，你会发现某一个时代要过去了。另外一方面，新的科技也遭遇了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完成了。跟以往预先写好剧本来制作影片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同步拍摄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时间点在它该有的时间，在那个时代的现场拍下来的。你最后回头发现它原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电影好像是生长出来的。整个素材有1000多个小时，5个镜头是我其他电影里面用过的，看到里面非常多的细节都会觉得非常激动。捡到一个镜头，发现里面跑的那个夏利汽车，我马上想到一个故事，就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年级同学聚会，晚上有一个摄影系同学喝多了，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夏利车把他送到北医山医院。我也希望每个观众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活回忆，用今天话来说就是中式蒙合嘛。疫情之后，今天的年轻人好像都变得很脆弱，不敢辞职，不敢失去工作，老怕一步走不对，就好像就怎么样了。我离开山西来北京读书的时候，兜里也没多少钱，但是非常自信我觉得是我们丢失的一些东西。我想是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自己想做什么不是太多啊？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还是要主动一点。我们对于一盘散沙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麻木，最主要的你要拥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一种表达，你跟朋友交谈，你去演讲，你去参加讨论会，你去写篇文章，通过表达来理清楚你的不清楚的一种感受。